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聊义和团。义和团大家一定是非常的熟悉，之所以如此熟悉呢，很可能是因为它从未走远。虽然说义和团运动是爆发于距今的125年之前，但它就像这块土地上的一个摆脱不掉的噩梦一般，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跳出来提醒我们说：“我还在，我没走。”1966年，也就是清末的义和团运动结束仅仅是65年以后，中国大陆就爆发了文革。文革可以完全的说，就是义和团的翻版，甚至是加长版。义和团运动持续了不过仅有2年时间，而文革则持续了超过10年，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破坏以及留下的遗毒，更加远胜于当年的义和团。那么在以后呢？义和团就走了吗？还没有。它就像一个我们这个机体上的毒瘤一样，在不经意间的慢慢的扩散。即使到了现在，我们从那个用 U 型锁砸日本车车主的人身上，从那个袭击日本母子的人身上，还清楚的能够看到当年义和团的影子。义和团不是历史，至少他自己不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他要的并不是过去完成时，他要的是现在进行时，甚至还是将来时。作为一个历史博主，我也只能讲讲义和团是怎样开始的，讲讲它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讲讲在我们熟知的义和团的诸多面孔以外，还有什么不为人所知的面孔。他们真的是如官方所言的反帝反封建的急先锋吗？他们真的是愚昧无知但又英勇无畏吗？他们是一群爱国者，还是一群见谁骗谁的大忽悠呢？所以我也只能讲讲这些。至于它是怎么结束的，我讲不了，因为它从未结束。好吧，那就让我们将目光回到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公元1899到1901年，华夏大地上拳风肆虐。义和团最早就叫义和拳，关于它的起源呢，很难说清楚，但大部分认为它与大刀会与白莲教有着很深的联系。大刀会又叫金钟罩，这就让人不禁联想起了义和团鼓吹自己的刀枪不入。但义和团本身并不承认这些联系，特别是在后来他与清廷联手以后，更是急于撇清他与这些组织，特别是白莲教的联系。简单来说呢，义和团就是一个在一起练武的民间社团，类似于一个武术门派。据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和《天龙八部》记载，这些武术门派基本上只是醉心于争夺武林盟主，没什么太大的出息。不过义和团还是有点不一样，他最初也是有自己的政治主张的，他的政治主张是反清灭洋，后来因为形势的需要，就改成了扶清灭洋，一字之差，画风大变。从这点也能看出，其实义和团并没有自己的一个恒定的政治追求，完全就是看人下菜碟儿。不过呢，倒是有一样义和团一直坚持不变的，那就是灭洋。那么义和团为什么会这么恨洋人呢？1899年的时候，山东以及华北地区发生了大旱，当地的农民颗粒无收，也无事可做，老天爷不下雨，百姓们当然不敢埋怨老天爷，他们只能想肯定是有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惹怒了上天，龙王爷才拒绝不雨的。那这惹怒老天的人又是谁呢？正巧西方传教士来了，他们不仅来了，而且还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不仅如此，还带来了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轮船呢，什么汽车呀，什么电报啊，什么照相机呀，这些在义和团的全民们看来都是一些妖异之物，一定是被人下了妖术的。于是一些谣言就在民间广泛的传播开来。当时的一些义和团的街贴上是这样写的：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球俱发蓝，天无雨，地焦干，全是教堂只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这些谣言啊，现在听起来都是非常的可笑。大家知道，基督教传教士开设了很多育婴堂啊、孤儿院，而义和团们呢，就说这些传教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挖取孩子们的眼球。洋人必取中国人精，
要品之，而西洋人经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经士，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还有啊，当时很多的教堂都是哥特式的建筑，有一个尖尖的屋顶，义和团们呢就认为就是这个尖尖的屋顶吓跑了龙王爷。龙王爷本来是来捕鱼的，看到这个尖尖的屋顶，怕划破了自己的肚皮，所以干脆就飞走了。在具体的经济利益上，义和团与传教士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传教士来了以后呢，带来了很多西药，免费提供给那些生病的老百姓。以前这些老百姓生病了，如果看不起医生的话，只能请当地的巫祝啊、神婆呀、跳大神什么的来驱病除魔。传教士免费将这些药提供给那些生病的老百姓，老百姓吃了这些免费的药，病好了，以后他们再生病的时候，就不会再去求助于那些神棍们了。这样自然就严重影响了这些神棍们的收入，而这些神棍很多都是义和团的骨干人员。他们很多在义和团中担任法师、担任老师，所以这也就使得义和团与传教士的矛盾越来越深。另外呢，在一些诉讼案件中，因为教会可以帮助教民去打官司，因为有了教会的支持，所以这些教民通常能够赢得官司，这样呢，自然就引起了那些非教民的不满。这些人最后也都转而支持义和团，或者他们本来就是义和团的团民。这里呢，我想多说两句。西方传教士呢，指的就是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天主教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们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入教。但如何吸引他们，那是要做很多实际的工作的。不然，如果你仅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话中国人未必听得进去。毕竟中国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所以基督教传教士和天主教传教士都分别做了一些非常实际的工作，以吸引中国人。基督教传教士主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开设育婴堂、孤儿院，这件事情当然是一个善举，是个好事，但是在传教方面收效其实并不是特别显著。这是因为呢，在晚清时期，人命如草芥，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很多的成年人、壮年人都自顾不暇，弃婴孤儿更是比比皆是，留给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所以全社会当时并不是特别的关注弃婴与孤儿这种社会现象，缺乏关注，自然传教的效果就不好。不得不说呀，相比于佛教以及后来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是外来的宗教或者思想，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并不成功。那么天主教呢？天主教教士们他们又是如何传播天主教的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和基督教不一样，他们采用的是帮助教民诉讼的方式，就是帮助教民去打官司。这样做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当时大清的法律并不健全，一个案件的最终审理结果往往是取决于当时官员的一己之见，而教会之所以能够帮助他们的教民去打官司，更多的是依赖于官府对教会的畏惧。按照在这之前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条约，教会的神职人员也和清朝的官员一样，那是有品级的。一般的传教士就相当于地方的县令、正处级，如果是神父的话，那就相当于州府的官员、正局级，而主教则与督府平级、正部级。虽然说是同级，但实际上传教士的能力远比地方县官要强。传教士一个电报就可以打到各国的公使使馆，向他们抱怨地方官的不作为。而地方官呢，要想申辩的话，只能采取800里加急快报。等总理衙门收到他的申辩的时候，可能黄花菜都凉了。那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用电报呢？电报是西人的玩意儿，当时的老百姓认为这就是妖物，官员们的觉悟当然高了很多，他们认为电报就是间谍。所以啊，教会帮助教民打官司，在当时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下，并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律师代理诉讼。说白了，还是利用自身的权势对地方官施加影响。这样，教民在赢得了一些利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与他打官司的非教民失去了一些利益。况且，教民中也是良莠不齐，其中不乏一些趋炎附势的奸诈之人。
这些人加入教会并不是真的信教，而是他们抱有自己的私人目的。他们要么是想找一个靠山，要么就是想利用教会取得一些他们以前无法取得的利益。这些自然也就引起了当地很多老百姓的不满，而这些不满的指向肯定不会是那个教民，而是教会。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现在必须要承认的事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朝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教会代理教民诉讼的案件，大部分都是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或者是口角威胁。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教士或者教民无理杀伤百姓、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这样严重的刑事罪行。这与后来义和团的行径是截然不同的。这些教士或者教民，即使他们有错，但罪不至死。义和团就这样在山东省迅速的发展起来。之所以发展的速度如此的迅猛，与当时的山东巡抚玉贤有着扯不开的关系。玉贤这个官员非常的特殊，而且很有代表性。他身上有几个标签。首先，他是一名清官，在当时的晚清的官场，这样的人绝对算是异类。他是一名忠臣，他绝对的忠于大清帝国。再有，他还是一个实干家。但尽管他拥有这些良好的品质，但这些品质都不足以提高他的认知能力。玉贤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的排外主义者，这一点与义和团算是不谋而合。玉贤明里暗里都是支持义和团的，他想扶持他们为大清效力，他也更加认可义和团反洋的立场。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在山东境内民教的冲突是越来越激烈，最后一名传教士被杀，这事儿就闹到了当时北京的总理府衙门。总理府衙门收到了各国使馆的很多投诉，他们也是不堪其扰，最后干脆就撤掉了玉贤，让他改任山西的巡抚，而山东巡抚这个缺就由另外一个人来补上。这个人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他叫袁世凯。袁世凯刚到山东的时候，在大街上看到有一伙义和团民在那里设坛讲法，袁世凯就走上前去，问带队的一名大师兄说，听说你们义和团人都是刀枪不入，不知道能不能挡住洋人的子弹。大师兄拍着胸脯说，当然没问题，你不信的话，我当场演示给你看。于是大师兄就让自己的几名师弟走到了几米开外，端起枪瞄准自己，然后开火。只见大师兄的双手在空中胡乱抓几下，枪声响过，大师兄毫发未损，他摊开双手，手中赫然竟握着5颗子弹。看到此景，袁世凯微微一笑，他可不是玉贤。在之前他一直训练新军，对西洋的武器他是了如指掌，这种空包弹的伎俩他看得太多了。袁世凯不动声色地掏出自己的配枪，这是一把6发的左轮手枪，这在当时是清军将领的标配。他要和大师兄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现在大家朋友们都知道，叫俄罗斯轮盘赌。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人经常玩这种游戏？我想可能是没有，经常玩的人恐怕都不在了。一般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大家都知道是在糖匙中装入1颗子弹，或者2颗、3颗子弹，以后的事情那就是生死由命了。而袁世凯这次跟大师兄玩的，那可是轮盘赌的超级版、加强版。他在糖匙中放了满满的6发子弹，然后对准大师兄是扣动扳机，大师兄应声倒地。此刻大师兄的心动了，心动指的是心脏停止跳动的意思。临死前，大师兄还大骂俄罗斯人实在是太缺德了，发明这样的游戏。袁世凯望着自己冒着烟的手枪以及大师兄的尸体，喃喃地说了一句，这也太巧了吧。和大家开个玩笑，后面的部分呢是我个人的演绎，实际上很简单，就是袁世凯一枪打死了大师兄，也戳穿了义和团所谓的刀枪不入的神话。但义和团们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肯定是妖术作祟，或者大师兄那2天腹泻根本就留不住真气。总之那是个别现象，刀枪不入依旧是义和团的神话。清廷中也还是有不少的官员对此是深信不疑。
于是袁世凯又下了一道命令，他告诉他的士兵们，以后遇到义和团就给我狠狠地打，往死了打。士兵们不解，问袁世凯说，这样闹出事儿来，朝廷不会怪罪大帅吗？袁世凯则说，无妨，照我说的做。再以后，但凡击毙了全民，袁世凯就向上面请功，说我又打死了几个假义和团。因为真的全民那肯定是刀枪不入的，所以被打死的一定是假的。这种袁氏打假让义和团是苦不堪言，他们一边咒骂着袁世凯，一边悄悄地离开了山东省，跑到了直隶一带。说来也巧，义和团走了以后，山东喜迎降雨，有了降雨，庄稼开始生长，很多老百姓就离开了义和团，回到家乡务农了。这样一来，山东全境全患基本上就被平息了。再后来，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袁世凯又率领着山东全省加入了由李鸿章、张之洞等倡导成立的东南互保。当时的山东省可谓是战火中的一片净土，人们纷纷的想办法迁入，当时去济南恨不得都要办签证了。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大部分那些后世被认为是有识之士的人们，比如说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等，他们当时都是反对义和团的。这也很值得后世那些赞扬义和团、鼓吹义和团的人好好的反思一下。如果义和团仅仅是一个民间组织，仅仅在民间活动的话，那它也不会惹出后来那么大的麻烦。但非常不幸的是，义和团的这股力量最终卷入了更加凶险的一场政治斗争之中，并被催生出更为可怕的政治运动。光绪24年，也就是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康有为等人逃到了海外，光绪皇帝本人也失去了人身自由。重新执政的慈禧对屡屡反抗自己的光绪帝是极为不满，打算废除。但不料当时的各国公使都喜欢光绪的开明，对此就提出了反对，慈禧也就只好把这件事情搁置起来。但他仍然不死心，1年以后，他就突然宣布立端郡王载义之子傅俊为皇子。所谓的皇子呢，就是慈禧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的儿子，这实际上等于是立了储君，在历史上被称为己亥立储。其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取代光绪皇帝，不过是徐图之而已。此举同样遭到了外界的强烈反对。当时上海电报局的总办京元善就联合了1200多个上海的商绅们联合发报反对废立。在电报中还特别提到，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慈禧是一心想废了光绪，但是呢，他又怕洋人。这时候的他就特别需要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加持。也就在这时候，当时在京城的顽固保守派势力的代表，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段郡王、庄亲王以及大学士徐桐等，就向慈禧推荐了义和团。其中推荐义和团最起劲的就是端亲王载义。载义为什么这么卖力呢？因为他最恨义和团。当年戊戌变法以后，慈禧本来是想让光绪禅位给他的侄子溥俊，而溥俊正是载义的儿子，但这事生生的让列强给阻止了。由此，载义对西方列强是恨之入骨，而义和团恰好又是反洋的，这一点和载义是颇为契合。于是他就多次对慈禧说，义和团可信，是上天派来对付西方列强的。慈禧对此呢也一直是半信半疑。后来他就派了2个自己的亲信大臣去实地考察义和团到底是不是真的像他们传说中的这么厉害。派出去的这2名大臣，一名叫刚毅，是当时的大学士，还有一名是刑部尚书赵书翘。刚毅在历史上也是一个颇为有名的人物，大家知道清末4大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就是最后由张毅审理的。由此案，他也得到了慈禧的嘉许。在以后步步晋升，戊戌变法时期，他又坚定地站在了慈禧的这一边，这样他就成了慈禧身边亲近的大臣。还有一点，刚毅跟慈禧颇为投缘。刚毅是一个半文盲，慈禧也是，
当年慈禧垂帘听政的时候，批改奏章的时候，经常是错别字连出。在朝的大臣们，有的看甲骨文都跟看白话小说似的，但却偏偏看不懂慈禧批改的奏章，错别字之多，快赶上 Frank 视频的字幕。对此呢，慈禧除了大骂这些大臣们没文化以外，倒是没有过多的责罚他们。后来慈禧呢，就改为由自己口授，由秘书来形成文字，这样效果就好了很多。在这一点上呢，刚毅也是不遑多让。据说呀，刚毅这个人是喝与歇不分。有一次在他当地方官的时候审理案子，一个农民递上了一个状子，他就当众的宣读。农民的状子上写的是我担着一担大粪到村口歇了一歇，而刚毅呢则念成了我担着一担大粪在村口喝了一喝。可见他当时是真的渴坏了。刚毅这样的人对义和团的那些法术啊神功啊自然是深信不疑。那么慈禧是不是最终相信了义和团真的有那么大的本事，真的能够刀枪不入，真的能够对付洋人呢？这点呢恐怕已经很难证明。有资料表明，慈禧其实本人对义和团是非常厌恶的。有一次辅郡，就是被他立为皇子光绪接班人的那个人，他在宫中呢穿着红衣红裤，模仿着义和团的举止。慈禧看到以后，对溥俊是一顿臭骂。由此可见，在慈禧的心里，对义和团是鄙视的，是看不起的。而且清王朝已经达到了中国几千年来秦制的高峰，而在秦制之下，统治者对义和团这样的民间团体是天生的排斥的，在正常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允许他们存活。但现在形势比人强啊，慈禧已经越发感到了洋人对他权力的威胁，他对洋人也产生了强烈的憎恶感，而义和团又是反洋拥护清朝的。再加上义和团从山东出来以后，势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的壮大。所以不管义和团是否真的有那些神力，它都是可资一用的。用义和团来对付列强，对于慈禧来说是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的。老佛爷虽然没有读过几本书，但是戏还是看了不少的。但此时义和团还没有大规模的进京，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支持也是很有限度的。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使当前的形势顿时改变。义和团终于走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从此他也成了中外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光绪26年，公元1900年6月的某一天深夜，有人送了一份诏会给了当时的大臣荣禄。这个诏会据说是西方列强拟定的，其中列了几个要求中国政府做的条款，最后一条就是要慈禧归政于光绪帝。荣禄将这个诏会的内容汇报给了慈禧，慈禧对此自然是怒不可遏。慈禧本人一生最在乎的就是权力，而这次竟有人要生生的将他手中的权力夺走。要知道戊戌政变的时候，慈禧与光帝已经彻底的闹翻了。如果光绪复位的话，那可以想象他对慈禧的报复将是致命的。这个诏会不仅仅是要慈禧的权利，还是想要他的命啊！有很多的迹象表明，慈禧这个老妇人当时确实疯了。于是就有了公元1900年6月21日发生的那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慈禧竟然向11国宣战。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向11国宣战。当时全世界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23个，其他的都是殖民地。慈禧上11国宣战，那基本上就可以说她是向半个世界宣战，向所有的列强宣战。关于是否真的宣战呢，这方面还有不少的争议。有人说呢，这并不是按照正常程序的宣战，而不过就是写了一篇热情激昂的檄文，鼓舞一下士气而已。这个问题呢，咱们今天暂且放下，以后有机会再说。后来慈禧才知道那份诏会是假的，或者说是伪造的。它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是来自于西方的报章媒体，那不过是一种民间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份诏会完全就是伪造的，伪造者就是那个急于让自己的儿子上位端亲王载漪。其实啊，想想也知道，西方列强即使是再讨厌慈禧，他们也不会轻易的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且西方列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打算。
很难在这个问题上在短时间内达成统一。再有，后来中国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而在辛丑条约中也完全没有体现出照会的内容。如果照会真是西方列强意志的体现的话，那么他们在战胜的情况下一定会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在辛丑条约中，但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为什么这么容易被戳穿的假照会就能让慈禧这般人深信不疑呢？其实这也难怪，当时慈禧身边只剩下了刚毅、段俊王这些顽固的保守派，他们对国际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并不了解。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李鸿章还是在朝中担任军机大臣的话，那么恐怕他很快就会质疑这个照会的真实性，很可能他会马上通过官方或者是私人的渠道与各国的公使取得联系，询问一下这是否是西方列强真实的意愿。那么如果这么做的话，其中的误会自然也就得以澄清了，也就不会造成以后那么严重的后果。但很可惜的是，戊戌变法以后，李鸿章就被赶出了京城，到两广去担任总督去了。历史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由细节决定了大局。由此30万义和团团民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北京，他们开始围攻使馆，围攻教堂，捣毁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事情，杀死所有与洋人扯上或者扯不上关系的人。他们甚至火烧了翰林院，明成祖朱棣时期编纂的《永乐大典》以及《四库全书》的底本就在这场大火中被焚毁。而在中国大陆人教版的中文历史教科书中则赫然写着，公元1900年6月23日，翰林院被纵火，永乐大典几乎全部遭到了八国联军的焚毁。而实际上呢，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时间是1900年的8月14日，这时候翰林院被烧，永乐大典被毁，已经是2个多月以前的事情。这笔账实在是算不到八国联军的头上。事实是，当时义和团围攻英国公使馆，而翰林院正好是英国公使馆的北邻。义和团久攻不下，于是他们想采用火攻。具体的办法就是在翰林院放一把火，然后趁着风势将火延伸至英国公馆。最后的结果，英国公使馆虽然也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并无大碍，而翰林院则是基本上被毁了。永乐大典以及四库的底本也在此次大火中被付之一炬。义和团的疯狂甚至还远不止如此，他们甚至还提出了要杀义龙二虎。义龙指的就是光绪皇帝，二虎分别指的是庆亲王载匡以及李鸿章。他们真的是疯了，不管光绪怎么不受待见，但他毕竟还是当朝的皇帝呀。当初他们有多么疯狂，结局就会有多么悲惨。慈禧逃出北京后，到西安以后发布的第一道遗旨就是剿灭义和团，并且借此与西方列强讲和。我听到有个学者说义和团对于慈禧来说就像是夜壶，需要的时候用一下，不用的时候就皱着眉头把它扔在一个角落里。我觉得这么说未免有点太刻薄了，拿义和团与夜壶相比，这样的有些不雅，而且也有失公允。夜壶毕竟还是有用的，义和团则是有害的。再以后，慈禧还讲了那句令无数中国人痛恨已极的话：量中国之财力，皆与国之欢心。关于这段历史啊，要讲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今天呢，咱们先暂且放一下，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慢慢聊。咱们还是关注一下义和团吧，他们的疯狂大剧正在上演。有人说义和团虽然是愚昧无知，但他们毕竟还是反帝反封建的，他们的勇气还是可嘉的。洋人如此强大，他们还敢于起而抗之，可谓是当时的一批勇敢的中国人。但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时人记载，义和团信枪弹不伤之望，遇有战事径冲头阵，联军伤之以洋枪，死者如风驱草。其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瞬忽间亦借中弹而倒，昔人皆身泯其余。义和团的团民确实是非常的勇敢，他们这种不怕死的勇气又到底是来自何处呢？一个世世代代在义和团练武，一个叫索克公的团民揭开了其中的秘密。每次进攻之前，
义和团的团民都要上法。上法简单来说就是念咒请神，让神仙附体，自己就可以刀枪不入。据索克公说，上法的关键其实并不是念咒请神，而是吞符。义和团每人一道符，用朱砂画在麦黄纸上，画符用的红砂是用兴奋药做的。喝过符1小时内，心神凡昏，光想打仗。1个时辰过了就没事了。有人可能会说，索克公所言不过是一家之言，他说的未必可信。其实了解义和团的历史是一点也不难。义和团发生的时间不过是在1900年，那个时候如果20多岁年纪的人的话，到了1940几年、1950几年的话，也就是60、70岁。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义和团的地位被捧得高高的，所以当时的很多媒体对他们进行了专访，留下了很多真实的口述历史。其中未经修饰的那部分，足可以让大家了解当时的真相。所以义和团团民所谓的勇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兴奋药。有人说义和团哪里能搞来那么多的兴奋药？中国那时候肯定也没有兴奋剂。大家别忘了，还有鸦片这种东西。即使是没有鸦片战争，中国人在唐朝的时候就发现了罂粟，对它的用法和功效已经有了详细的记载。我们再看一段记载：因与洋人战，伤毙者以童子为最多，年壮者次之，所谓老师师兄者受伤甚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义和团的首领们对此的解释是，那是因为孩子们年龄太小，身体太弱，法术太弱，所以他们多伤亡。而年壮者呢，又法术程度不一，伤亡数也不少。而那些师兄和师傅们，因为他们法力高强，有神人附体，所以他们很少伤亡。这种解释表面上听起来似乎还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们再看一段记载：临阵时以童子为前队，年壮者居中，老师师傅在后督战，见前队倒闭，即反奔。现在大家看明白了吧？这活脱脱就是一个清朝版的让领导先走。打仗的时候，孩子是冲在最前面，中间的是年壮者，最后的是那些师傅师兄们。前面一倒，师傅师兄们马上做鸟兽散。这就是义和团那些首领们的勇气。再考虑到刚才我们提到的义和团打仗之前服用兴奋药，孩子身体弱，兴奋药对他们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持久。再加上孩子本身就天性单纯，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可以神功附体，刀枪不入，所以死亡才会如此的惨重。看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这些义和团的首领们，他们真的愚昧无知吗？也许是吧，但在这愚昧之后，我们是不是也看到了一种深深的坏？再有说义和团反帝，也是高估他们了。他们不过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而已。在记载中，我们只能看到，在1900年的5月18日，义和团曾经在廊坊击毙了4名意大利的士兵。这是义和团击毙的所有洋人的武装人员的记载。而对于洋教士这些非武装人员，义和团倒是杀死了200多人，而真正死于义和团之手的98%都是中国人，他们或者是那些当时的中国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教民，而另外还有一部分只能被称作疑似教民，其实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只是义和团认为他们与教有关，他们就被无辜的杀死了。教民死的人数，按照教会方面的统计的资料是总共有23000人，而按其他资料记载，仅在奉旨造反期间，数十万人横行都市，速所不快，只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10数万人，甚至有一家就是因为有1枚火柴，则8口尽戮。奉旨造反，这句话有没有让大家想到另外一句话？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洋人，特别是那些武装的洋人，那是要冒风险的，搞不好的话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杀教民，杀老百姓，那可就不一样了。不光可以轻松的杀人，还可以夺来很多的财宝。这是什么？这是反帝吗？这是反人类，反文明。在义和团身上，我看不到什么反帝的勇气，我只看到了在愚昧无知背后隐藏的那深深的坏。愚昧无知可以被体谅，被宽恕，
而那深深的坏必须要被唾骂、被惩罚，让他们付出代价，这才是历史的正义。而历史的正义性又让我们思考，是谁默许、纵容、鼓励义和团，让他们能够尽情地宣泄他们的恶？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舞台？是慈禧，是端郡王，是刚毅，是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满清朝廷，他们也才是义和团阴魂不散的根源。关于义和团，其实还有很多的话要说，这个话题总是让我觉得言犹未尽，总是让我觉得如鲠在喉，就像揭开一段历史的伤疤，却真真切切地感到了现在的痛。希望永远不会再有义和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你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